说马有垂缰之意，狗有失草之恩。羊羔跪乳报母恩，猿偷鲜果自奔。猪之罗网护体，鼠盗余粮防身。梅鹿见食等成群，无义之人啊，可恨啊，可恨。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一位几乎每个毛孔都渗透着原始兽性的人物。小小年纪就喜欢用铁丸打人脑袋，先后2次杀死自己的老婆。军队里边但凡有比他强的能人，都会被他找个机会下黑手除掉。每攻下一座城池营寨，常常伴随着屠城或者坑杀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很少留下活口。人们常说虎毒不食子，字面的意思大家都懂，是说老虎虽然狠毒，但是从不会吃自己的孩子。通常呢，用这句话来形容人人都有爱子之心。这句话如果放到古代帝王之家是个例外，如果放到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人物身上呢，则更加的不合适。因为这个人他如果狠起来，连自己的儿子也是丝毫不手软。这位残忍暴虐冷血无情的人物，就是16国时期后赵的第3位君主石虎。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，这是慢聊五胡16国的第5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温馨提示，本期视频将会还原后赵石虎统治时期的诸多历史细节，有一些比较重口味的内容，需要一定程度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建议您谨慎观看。五胡16国当中的后赵在石虎统治时期，他的版图达到鼎盛，也在石虎死后迅速走向衰败。那么石虎究竟是怎样走上的权力中心，又是如何先后2次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太子的呢？别走开，且听我一一道来。石勒在统一了北方以后天下的形势和三国时期是极其相似的。石勒的后赵就像曹魏，东晋偏安东南，国土与东吴相仿。李氏建立的成国占据西南，这个领土呢，大致相当于三国蜀汉的范围。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国在周边呈现割据的状态，比如北边拓跋鲜卑的代国，辽东一带段氏、慕容氏、宇文氏的鲜卑部族，凉州的张氏政权，仇池的杨氏政权。那么随着时间推移，有一些在这个时间点还不那么显山露水的政权，在后来的表现极为强劲。后赵的太和3年，在群臣反复劝进的前提下，石勒先是自称赵天王，而后在同年9月继皇帝位，改元建平，大赦境内。过去那个曾经一度沦为奴隶、大字不识的羯族少年，现如今完成了许多人可望不可及的功业。说有这么一天，在一次欢乐祥和的宴会上石勒向近臣徐光询问，说朕可以和自古以来哪位开国君主相比这个徐光呢回答说，陛下雄才伟略，比汉高祖还要强，比轩辕皇帝也就差那么一点而已。这个马屁拍的石勒本人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他呢笑了笑说道，人岂不自知，轻言太过。朕若逢高皇，当北面而视之，与韩彭竞边而争先耳。若与光武，当并驱中原，谓之鹿死谁手。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终不效曹孟德、司马仲达弃人孤儿寡妇，狐媚以取天下也。朕当在2流之间耳，轩辕其所拟乎？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你说的有点太过了。我如果遇到汉高祖刘邦，肯定要北面称臣；如果遇到光武帝刘秀，则会和他并驾齐驱。到那时候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大丈夫就应该光明磊落，像曹孟德和司马仲达那样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终究是会被天下所笑的。我的功业应该是在2流之间，怎么敢和轩辕皇帝相提并论参加宴会的群臣听了石勒一席话，全都拜倒山呼万岁，
作为一位少数民族的君主，这个石勒的统治到底怎么样呢？首先，他杀了很多人。东海王司马越死了以后啊，石勒追上奔丧的队伍，一次性屠杀超过了10万人，时不时的还会坑杀降族。但是石勒的屠杀和后来的石虎啊有本质上的区别，一个更多的是以削弱敌方势力为根本，另一个呢则更多的是为了一己之私。历史啊不是非黑即白，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呢，不能用今天的视角来强行代入，要考虑其所处的历史进程。生逢战火纷飞的乱世，但凡战争啊都避免不了死人。历史上任何一位开国君主几乎都避免不了双手沾满鲜血。这个权力是个好东西，想登上权力的巅峰啊，就不得不踩着累累的白骨登顶。这是历史的现实之处，也是历史的悲哀与必然。在疆域上基本统一了北方，那么石勒在内政方面又表现如何呢？我们可以简单从几个方面来了解一下。在晋据相国之后啊，石勒牵头制定了细致的税率和赋税政策，规定征收每户捐2匹租2斛的赋税，比之前西晋的一夫收租4斛，捐3匹棉3斤要低上很多。除此以外啊，石勒还积极的鼓励人口增值，民间有人家一产3男，这石勒呢专门赏赐以示鼓励。应该说，在动荡的16国前期，石勒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啊，使得原本遭到破坏的生产关系有所恢复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恢复和社会稳定。在人才方面啊，石勒重用汉族士大夫阶层，礼贤下士，对中原文化大力推崇，亲临大小学去监考学生们的学习情况，考了高分的就赏给钱帛。同时恢复9品中正的选官制度，命令百官和州郡每年察举秀才、治校、廉卿、贤良、直言、武勇各一。这种文化认同密切了羯族与汉族与中原文化的联系，最终呢，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促进了民族融合。作为一个不懂儒家文化的文盲，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。应该说石勒呀是一位合格的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。遗憾的是，年轻时候多年的征战生活透支了他的身体健康。在当上皇帝3年多之后，石勒一病不起。他的子嗣中，长子石兴啊早死，次子石弘一直是被重点培养的继承人。除了太子石弘，还有石弘、石辉这么2个儿子。石勒本人啊没有什么文化，太子石弘却是一位谦君子，只是文弱有余，英武不足。石勒曾有一次对徐光透露过他的担心，说石弘啊太过于沉静，一点也不像将门之后。徐光在当时啊劝导石勒说，您看汉高祖啊也是马上取得天下，到了文帝则以玄墨守之，圣人之后啊必有盛残去杀者，此乃天之常道啊。徐光这么一说，石勒啊是龙心大悦，也就放心了。他是放心了，但徐光和另一位近臣程霞一直都有顾虑，因为宗室里面有一位石虎一直让人提心吊胆，不为别的，有的人爱好吃喝玩乐，有的人啊爱好钱财女人，这位爷专好杀人，成堆成块成片的杀，而且呢从来都是睚眦必报，不择手段。程霞呀是太子石弘的娘舅，给石勒啊出过主意，把石虎调离了经营多年的邺城。转回头呢，没过多久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一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强盗突然到访程霞的府邸。这伙贼人呢强奸了程霞的妻女，又劫取了一些财物，随后不知所踪。程霞心知肚明啊，这些肯定都是石虎做的手脚，但是苦于没有任何证据。在这之后呢，只要逮住机会，他就在石勒的面前告石虎的黑状。他是坚决认为石虎迟早会造反。没想到呢，
适得其反。石勒坚决认为石虎作为侄子，是自己的骨肉至亲，行事风格的确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。但是天下未定，太子年轻，将来要定国安邦，还是得依靠石虎。就这样，一直到病重前，石勒尽管对石虎怀有戒心，但是一边敲打一边笼络。他以为他可以驯服这匹野马，只可惜家里边已经没有足够的草原可以任其驰骋。石虎字季龙，通常被认为是石勒的侄子，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石勒的弟弟。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和石勒走失，直到17岁这一年被刘琨送回到了石勒的身边。石勒一开始呢，因为这家伙总是拿弹弓伤人，还想着要除掉他，不到1年就意识到他自己捡到了宝了。尽管生性残忍，但是这石虎弓马娴熟，勇冠当时，军中的将佐无不敬戴。石勒在这个时期特意给石虎挑了个老婆，军中大将郭荣的妹妹。但是石虎不喜欢郭氏，他喜欢的是佳妓郑樱桃。这个樱桃妹妹一挑拨，石虎直接一刀杀了郭氏。而后呢，又娶了清河崔氏的闺女为妻。樱桃妹妹再挑拨，石虎又杀了崔氏。他的弑杀不单单体现在家里，每次攻城略寨打下来就是一次屠杀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论男女老幼，鲜有一类。石勒是经常的责备劝说，但是石虎行义自若，我行我素，仗着这家伙打仗是把好手，所向无前。石勒呢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从打17岁被刘琨送回到石勒身边开始，20几年的时间，石虎亲冒矢石，东征西讨，立下战功无数。用他自己的话，就是南侵刘越，北走索头，东平齐鲁，西定秦雍。而石虎对石勒的不满，也在石勒称帝之后渐渐显露出来。石勒在称帝之初，晋封石虎为中山王太尉尚书令，但是把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封给了自己的儿子石弘。这样的封赏让石虎极其不满，私下对自己的儿子10岁说过这样一番话，说成大诏之业者，我也；大单于之望，实在于我，而受皇稳庇儿，每一此，令人不复能寝食。待主上宴驾之后，不足复留种也。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，我石虎才是大诏功劳最大的人，大单于本应该让我来当，现在呢却授给了石弘那个黄口小儿。每每想起这件事儿，我都寝食难安。等哪天主上归西了，看我不给他来一个连根拔起，斩草除根。时间很快来到建平4年，石勒卧床不起，病情加重，诏令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镇中山王石虎一同入宫，想要托付后事。石虎意识到这个时机已经成熟，马上矫诏控制进宫，将石弘和严镇与外界隔离，外界对石勒的病情也无从知晓。除此外呢，他又秘密派自己的儿子10岁领精骑3000来到襄国的近郊，随时准备进入襄国控制局面。又矫诏命令秦王石弘和彭城王石堪分别回到襄国加以控制。石勒这个时候病情稍见好转，他看到石弘回到襄国，马上识破是石虎的阴谋。石勒表示，我安排石弘他们各自坐镇一方，正是为了像今天这样的非常时期有备无患。他们回来可有诏令如果有，就应该诛杀矫诏的人。石虎担心计划被识破，只能说石弘等人是因为惦念皇帝，所以才会回来探视，现在已经各自劝返了。他说是这么说，实际上却仍旧将石弘软禁。事实上，一直到石虎篡位成功，石弘也没能逃出襄国。这一年7月，弥留之际的石勒一命石虎要好好辅佐太子石弘，并以司马氏子孙互杀亡国相告诫，令其深思周公霍光之德，
7月21日，一代雄主石勒崩于襄国，享年60岁。石勒刚刚去世，石虎马上发动政变，一方面控制太子石弘，另一方面命令10岁率部入城控制局势。发生变故让太子石弘慌了手脚，他十分担心自己的这个小命不保，惶恐不安之下，他想要让位给石虎。石虎不动声色地表示，皇帝驾崩，太子继位，这才是常理呀。石弘以为他是在跟自己客气，于是呢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坚持让位。石虎顿时勃然大怒，说：你如果不堪重任，天下人自有公论，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？就这样，在石虎的逼迫下，石弘登上皇位。当天晚上，石虎就派兵杀了程霞和徐光。需要说明的是石虎的政变蓄谋已久，这个时候推辞帝位并非心慈手软，而是忌惮后赵国内的反对势力。不久后，傀儡皇帝石弘晋封石虎为丞相、魏王大单于加9锡。石虎大量暗查亲信，排除异己，还把以皇太后刘氏为首的石勒后宫全部迁到一处，严加监控。从此，石虎开始总揽朝纲，一手遮天。石虎大权独揽之后国内的反对声音此起彼伏。首先是皇太后刘氏不甘心被幽禁，暗中联合石勒的养子彭城王石堪，密谋起兵反抗石虎，结果没成功，石堪被抓回襄国，烘烤而死。皇太后刘氏呢，也被人告密遭到杀害。紧接着，石勒的侄子石生、石朗分别在关中和洛阳起兵讨逆，结果先后失败。石弘眼见大势已去，准备将皇位禅让给石虎，但是石虎本人表示石弘昏庸，居丧无礼，既然他做不了这个皇帝，就该废掉，哪有禅让的道理于是他带人闯入皇宫，废石弘为海阳王，把石弘和他的生母程氏以及2个弟弟石弘、石辉软禁在一处。后来呢，怕夜长梦多，石虎还是下令把这几个人都给咔嚓了。在石勒去世以后历时1年的动荡终于再也动不了了，因为但凡有点实力且敢于在石虎面前比比划划的，都已经被逐个消灭。石虎势力取得了全面胜利，大臣们纷纷劝石虎继皇帝位。石虎推脱说，皇帝是有德之主才能用的名号，我就权且做个天王吧。公元335年，石虎继天王位，改元建武，从此呢，开始了他的纵欲时代。他是一改石勒时期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一上台就下令盖房子，盖大房子，盖了一半呢，出现质量问题，发生了坍塌。石虎下令力斩所有有关人员，对敢于用豆腐渣工程挑战自己的，绝不姑息，问责到底。这一年的9月份，在迁都邺城之后，石虎修建了邺宫正殿太武殿。这座太武殿极其雄伟，相比后来唐代大明宫含元殿也是丝毫不逊色。它的规模至少是含元殿的3倍，是北京故宫太和殿的4倍。光有宫殿还不够，石虎又在太武殿前建了一座高达40丈的高楼。登上高楼，整个邺城可以尽收眼底。闲来无事呢，石虎会带上3宫6院的美人登上高楼饮宴享乐。又在襄国到邺城之间每隔40里设置行宫一座，发动民夫40万，大修洛阳、长安的宫殿，每一处都极尽奢靡工巧之能事。除了修宫殿盖房子，像历史上很多昏君暴君一样，石虎对美色的追求也很别具一格，专门派人到民间挑选20岁以下、13岁以上的女子，一共选了多少人呢？3万有余。各地的官员们为了满足石虎，强行带走已经嫁作人妇的女子9000多人，很多稍有姿色的不堪胁迫，选择了自杀。说3万多女子汇聚邺宫之日，石虎是心情大好，亲自前来挑选。为了他的选妃事业，
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予以高官厚禄的封赏。后赵的统治区域经过西晋末年的战乱以及前后赵的战争，被破坏的极其严重，人口锐减，急需休养。但是石虎穷奢极欲，横征暴敛，强征男丁入伍，再加上连年灾害，后赵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。他的境内渐渐的开始饥民遍地，石勒时期好不容易创下的良好局面也早已不复存在。为了修筑华林院墙，石虎征发百姓16万，日夜赶工，结果赶上一场大雪，民夫冻死者高达数万。为了讨伐东晋，石虎命令河南四周大造战船，有17万船夫被水淹死。许许多多的穷苦人家为了缴纳南伐的高额军饷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能是卖儿又卖女。石虎十分爱好打猎，于是呢，专门划出一片区域作为大赵天王的专有猎场，任何胆敢进入这片区域打猎的百姓抓住一律处以重罪。有关部门的官员也趁机盘剥百姓，因为遭到诬陷致死的多达100多家。他的大臣里面有一位名叫陆明的，实在看不下去，对石虎是极力劝谏。石虎大怒，让人将其生生折断腰椎而死。随后呢，石虎严禁肆意朝政，严格控制舆论，同时大力支持互相检举揭发，允许下级官员告发上级，奴婢可以告发家主。从此大臣们不再有人敢轻易提出不同意见，寻常百姓不敢随便议论国事，全国上下是莫名的和谐，莫名的沉默。与此同时，伴随而来的是各地人民多有离开家乡南渡东晋者，他们携老扶幼，他们想方设法，为的只是能够尽早的脱离苦海。一时间，地处后赵南方的荆楚阳徐之间流叛略尽。东北地区的民间有一句俗话，叫做黄鼠狼下豆杵子，一窝不如一窝。这句俗语具有极强的贬损意义，通常情况是说某个家庭或者家族的人们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个不如一个。这句话放在石虎父子身上同样是十分合适的。石虎一共有10几个儿子，最受他本人宠爱的分别是石岁、石宣、石涛这3位。皇太子石岁深得石虎的信任，不仅继承了其父的彪悍骁勇，而且骄淫残忍，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石岁是一个三无人员，怎么个三无呢？没有脑子，没有耐心，没有人性。早在石虎发动政变胁迫石弘的时候，石岁就统领禁卫，负责宫廷的戒严。到了石虎篡位以后，石虎自己是大赵天王，晋封石岁为天王皇太子。朝廷上除了国家祭祀、州牧任免、出征打仗、杀伐等方面仍由石虎亲自决断以外，其余的政事全部交给石岁处理。按理说，石岁只要有足够的耐心，只要不犯低级错误，就可以顺利的接手花花江山。如果他有一点脑子，利用手中权力培养自己的势力，慢慢的把老爹架空，也不是没可能。可惜这位太子爷昏招出尽，手握满手的好牌，偏偏要打得稀烂。石虎忙着盖房子玩女人，石岁呢有样学样，变本加厉。石虎的标签是残忍，这石岁的关键词是变态。石岁女性玩伴的来源主要有这么2个方面，一个是东宫陈属的家眷，一个是寺庙里的尼姑。石岁对待女人的热爱并不仅仅停留在美貌这一个层面。有这么一次，石岁从服侍的工人当中挑选了个美女，毫无来由把美女斩首，洗净血迹，再化好妆容盛到盘子上与众人观看赏玩。还有一次，石岁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个尼姑，对着尼姑呢是先煎后杀，然后割其肉与牛羊肉放到一起煮了吃，还要让左右一起品尝辨别，就是这么一个变态玩意儿。说石虎荒淫酒色，喜怒无常，
常常借酒消遣责罚石岁。石岁有事奏报，石虎就说这么点个小事也要来找我吗？有时候没有奏报，石虎又会说这么大个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石岁是左右不是人，时不时呢还会因此遭到责打。对石岁是忽冷忽热，石虎对另2个儿子石宣、石涛却宠爱有加，这使得石岁误以为自己地位不保，将石宣、石涛视作潜在的敌人。一来二去，怨毒之情就开始溢于言表。有一次，石岁和东宫臣属李严等人商议，官家实在难伺候，我打算行默毒之事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当年的默毒是靠杀父才登上的单于之位。这李严等人听了以后呢，全都吓得不敢回答。过了几天以后，石岁聚集了500多人马，饮宴过后，突然宣布我要去冀州杀石宣，有不从者斩。说完就领着这500多人出了城。石岁是一马当先，走了不到10里路的样子，回过头再一看，我勒个去，这人怎么都跑光了？无奈在李严的劝说下，昏醉而归。这次乌龙政变让石岁羞愤难当，不仅杀掉了他的母亲正式派来问责的使者，甚至连石虎派来探视的女尚书也都一并击杀。这样一来，这个事情就闹得已经没法收场了。石虎盛怒之下抓来李严审问，李严呢一五一十说出了实情。石虎立即杀掉李严等30余人。本来按照石虎的设想李严这些人可以作为背锅侠，把这档子事责任全部推给他们，借此机会呢修复父子的关系，继续维持太子地位，从而稳定后赵的政局。于是他先是幽禁了石岁，而后呢又将其赦免。石虎以为经过这么一次风波，这石岁应该会痛哭流涕向自己悔过。哪成想石岁是完全不领情，来朝见石虎没有一句客气话，甚至连招呼都不打，见了面扭头就走，拉都拉不住。石虎心想，我尼玛是穿越了吗？这孽子这样不知悔改，还留着他有什么用啊？于是他当即宣布废除石岁太子之位。废了太子还不解恨，当天夜里又派人前去将石岁和他的妻子张氏以及男女26人通通杀死，随后呢装进同一口棺材，草草掩埋。与此同时石虎下令诛杀石岁的臣属200余人，废太子生母郑后为东海太妃，立次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。石岁政变事件至此终于告一段落。在后赵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佛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咱们前面聊过的西域高僧佛图澄，在投奔石勒以后，多次对军国大事进行准确的预测，因此得到石勒的信任，号称大和尚。石虎上台以后，以佛图澄为国师，对佛教更加崇信，佛教由此在北方迅速发展起来，弘法之盛前所未有。值得注意的是石虎对于佛教的尊奉十分与众不同。根据史籍的记载，朝会之日，和尚升殿，常侍以下悉住举于太子诸公，扶翼而上，主者唱大和尚制，众座皆起，以彰其尊。说的是每次朝会，佛图澄都会乘坐雕辇上殿，主礼的官员唱大和尚制，常侍以下的官员助举剩余太子和诸公要上前搀扶入座。佛图澄作为佛教高僧石虎对其尊崇无可厚非，但是太子、诸公、王公大臣超乎规格的尊崇，这种礼遇在16国乃至魏晋时期都可谓空前。佛图澄和石虎之间有过这样一番对话。石虎问佛图澄说，佛法云何？佛图澄回答说，佛法不杀。石虎又问，朕为天下之主，非行杀无以肃清海内，既然已经违戒杀生，如今再来奉佛，还能获得福报吗？佛图澄回答，
帝王是否应该体恭心顺，不为暴虐，不害无辜？至于那些凶愚无赖之徒，有罪不得不杀，有恶不得不行，但当杀可杀，行可行耳。如果暴虐恣意，杀害无辜，再怎么轻裁释法，也是无法排解殃祸的。愿陛下醒谕兴慈，广积一切，这样啊，就能佛教永隆，福作久远了。佛法博大精深，然而却终究无法改变石虎父子好杀的本性。说这一年啊，石虎命石宣出游各地，山川起伏。当石宣打着天子旌旗，乘坐天子才能坐的大路车，领着18万军卒，威风凛凛，浩浩荡荡走出金明门的时候，石虎正站在后宫的凌霄观上，饶有兴致地望着这一切。随后呢，笑着说了这样一番话，说我家父子如是，自非天崩地陷，当负何愁，但抱子弄孙，日为乐耳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就我们父子这一对一块，只要不是天崩地裂，今后只有抱子弄孙，寻欢作乐了。可惜的是，他只看到了开端，没有看到结局。他们这一家子呀，根本不用天地崩坏，个顶个都是带着自爆属性的定时炸弹，一炸就是一串。石宣出去玩了一圈，紧接着石虎啊又安排石涛也出去游猎一番。石宣是太子，但是似乎石虎更宠爱石涛。10岁一家惨遭屠杀之后啊，石虎一边拜石宣为大单于，一边封秦公石涛为太尉。兄弟二人是轮流处理朝政，但是石涛对于刑杀赏罚可以专权处理，甚至不用奏报。这样一来，这哥俩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。石宣把石涛啊视作大敌，越来越记恨。石涛认为自己早晚能当上皇帝，越来越骄纵。这哥俩最终因为一根房梁引来大爆发。建武14年，公元348年的6月，石涛在自己的太尉府啊盖了一座堂屋。盖房子你就盖房子吧，他把房子修得好像皇宫大殿一般，光是那个房梁就有9丈，并且美其名曰宣光殿。一方面是为治，一方面呢是犯了石宣的名讳。这个石宣听说以后啊，十分生气，心里说你什么身份啊，敢在这儿不自量力，瞧把你能的，还弄了一根9丈的房梁。于是石宣啊带人冲进石涛的府邸，杀掉正在施工的工匠，砍断房梁，扬长而去。石涛心说，那房子招你惹你了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砍我房梁是吧？你给我等着。不久后呢，石涛把房梁增至10丈。这回石宣没有再来砍房梁，而是找来力士杨碑、穆成等人，交代他们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说这一天，石涛宴请僚属，乐奏酒酣之际，石涛突然举杯长叹，说人生无常，别时容易相见难。今天大家呀要开怀畅饮，不醉不归。这一次之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相会了。说完，石涛感伤到落泪，周围人等也全都唏嘘不已。当天晚上啊，这帮人们是尽兴而归，酩酊大醉的石涛留宿在了一间佛经社。夜半时分，石宣派来的力士杨碑、穆成等人突然闯入，杀石涛于醉梦之中。第二天一早，石宣奏报说刺客啊杀了石涛。石虎是气急惊觉，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，缓过神来。石虎想要出宫前去临丧，司空李农机警察觉，说贼在京师，不宜轻出。石虎呢只能作罢，宣布全城戒严，然后就在太武殿发哀。石宣本来的计划呀，是想要趁着石虎出宫临丧，一举将其击杀，弑父篡位，发动政变。石虎没有出宫临丧，这样一来呢，他的计划就落了空。但是毕竟除掉了心腹大患石涛，石宣这些日子内心很是轻松愉悦。他在前去吊祭石涛的过程中啊，居然不哭反笑，而且让人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，
看着石涛肠穿肚烂的惨状，得意的大笑而去。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石虎的怀疑，迅速把石宣框进宫中软禁了起来。还没有开始审讯，就有人告发了凶手。石虎马上派人抓来其中一个凶手，一番审讯，终于了解到幕后指使者果然是太子石宣。石虎的内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他怎么样也想不到，在10岁之后，自己又养了石宣这么个狼心狗肺的孽子。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接下来石虎将用自己的方式来宣泄他无边的愤怒。在下令囚禁石宣的同时，石虎命人用铁环贯穿并锁住石宣的下巴，用猪食来喂养石宣，又取来杀害石涛的刀剑，命令他去舔上面的血迹。石宣哀嚎的那个声音不时回荡在宫殿之中，久久不能平息。兄弟相残已是不幸，国师佛图澄向石虎谏言，宽恕太子以求政权稳定，但是遭到了石虎的拒绝。不久后，石虎为石宣专门准备了个火刑场，一根柱子，柱子底下堆满木柴，这个柱子旁边放着一把梯子。石涛生前最亲近的2名太监专门负责行刑，他们先是对着石宣拔其发抽其舌，随后像牵狗一样把石宣拖上木柴堆。他们是参照石涛死前遭受的酷刑，断其手足，着眼溃腹。这一套流程走完以后，四面纵火，烈焰扑天。石虎率领他的后妃和百官共计数千人，一同观看了整个行刑过程。这还不算完，火刑之后，石虎命人将石宣的骨灰取出来，分撒到邺城的各个城门的大道上，任由车马行人践踏。根据当时的法律，石宣的所有家眷部下都要连坐，遭到处罚。最终石宣的妻妾儿女9人被杀，东宫官属300人，宦官50人，全部车裂肢解，尸体尽数投入漳河喂了鱼。石宣有一个只有几岁大的小儿子平时石虎对他也很是疼爱。这孩子知道自己即将遭逢大难，抱着石虎的大腿不松手，没命的嚎叫说孙儿无罪呀。石虎一时心软，想要赦免了他，但是最终还是狠下心将其一并处死。石虎在经历过这样一番精神打击之后，不久之后也就生了病。经历了石宣石涛残杀惨剧的石虎对于太子之事极为谨慎。大臣们本来想要拥护燕公石斌作为太子，但是荣昭将军张柴却以燕公母舰为由，对拥立石斌表示反对。张柴认为，过去2位太子之所以屡屡谋逆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母亲地位低下。在他的建议下，石虎将前赵皇帝刘耀幼女所生的石氏立为太子。除了张柴所说石氏的母亲出身高贵之外，石虎其实另有别的考量。在宣布立储的时候，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，石虎说了这样一番话，说吾欲以纯灰3斛袭吾父，父惠恶，故生兄子，儿年20余便欲杀公，今世方10岁，比其20，吾已老矣。我是真想用3斛纯灰来洗洗我的肠胃一定是我的腹中惠恶，所以才会生下凶孽之子。刚刚20来岁就想要杀老子，如今石氏年方10岁，等到他20岁的时候我也就已经老糊涂了。由此可见人到暮年的石虎对立储的选择已经不再以后赵兴衰为考虑，而是将他的自身性命能否保全作为了根本。建武14年的12月初1，本该大雪纷飞的季节，突然天降大雨。12月初8，国师佛图澄圆寂了，享年117岁。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
349年的正月初一，大赵天王石虎正式继皇帝位，改元大赦。他的儿子们各自晋封为王。在之前处理石宣一众党羽的时候，原本属于东宫太子府的东宫卫士一共1万多人，受到连坐的牵连，被发配去往凉州。这伙人本来就是受到牵连十分的冤枉，走到了雍城，传来了石虎称帝大赦天下的消息。令人感到愤慨的是东宫卫士居然不在大赦的名单之中。这1万多人因此发动兵变，并且迅速壮大，长驱东进，势如破竹。石虎先是派司空李农领兵10万前去围剿，结果李农接连战败，一路败退。惶恐之下，石虎又派自己的儿子石斌领兵增援，同时前往的还有这么3位猛将。这头一位是冠军大将军、羌族酋长姚一仲，年近70，仍然锐不可挡。他的儿子姚长后来建立了16国中的后勤。第二位车骑将军、氐族领袖符洪，符氏一门堪称是将门虎子，他的孙子就是后来统一北方的苻坚大帝。第三位石虎的养孙石敏，这石敏本是汉人，后来恢复了汉姓，他的名字叫冉闵。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，这是漫聊五胡16国的第5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。说石虎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，后赵的政权也即将灭亡。五胡16国的故事仍在继续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